朋友们，新年好！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最近大 S 的突然这个离世呢，确实也给很多人呢，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生命的无常和珍贵。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请来一个很特殊的嘉宾我们的身心灵导师，然后也是催眠师 Sabrina。谢谢 Mary， 欢迎过来。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就从大 S 这个离世这个事情，对我们世人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触动和这个景悟吧？我想可能，我是70后像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确实是最早期的时候看大 S 他们流星花园长大的那个时候我们大陆的这个影视业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 S 可以说是成名很早的一个女性，加上小 S 也是很有名的主持人，我们对她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她的离世我们是真的是用震惊这个字来形容，非常震惊，对，因为她是那么年轻貌美，所以新闻出来说是流感而去世，所以我们就更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意外的。但是好像从疫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有频繁的这种意外出现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警醒。除了悲伤之外，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是内省，自己去思考，那这么鲜活的一个生命突然离开我们的视线，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是的，是的，很多人都是忙忙碌碌然后这个虽然也有生活的压力但是对死亡呢，其实很多人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觉的。对。但是其实从疫情开始呢，可能大家发现了健康的这个重要性。对，因为疫情期间整个也死了很多人嘛。对，就世界各地都死了很多人。那这次呢，就是大 S 的突然离世呢，确实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我们华人社区一个他知名度非常高，就像你说的，像你们70后、80后可能是看着流星花园，但是呢，我对大 S 从我对他就是引起关注，其实是去年。去年呢，是因为他跟这个王小飞还有王小飞他妈妈张兰的这个口舌之战吧，这个对他的这个网暴吧，引起了我很大的一个关注。确实，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们说西人当地人他会因为流感、因为感冒去世，我们中国人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绝对不会因为感冒去世。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对，以前感冒我都不当回事的，有时候药都不吃，可能在家扛2天就好了，是吧？对，吃点 VC 就行了。对，但是它是引发肺炎，再加上小时候可能有体弱多病然后又因为在公众面前要保持苗条的形象，要经常节食对，然后他其实生产孩子的时候是说，其实检查出来心脏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他很勇敢，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生育孩子，所以他其实身体已经消耗过。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哮喘这些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其实真的感冒或者是流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保护自己。所以你看他的这次离世它不是偶然事件，虽然说呈现给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突然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它是日积月累的。对，是的，对，从小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然后对自己非常严格。明星本来遇到的事情就比我们多，压力就会比较大，压力非常大，加上又非常自律的话，其实一个人长期在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他对身体一定是有反应的，是其实对身心健康不太有利的。是的，但是大部分人他可能是更注重这个事业也好，名利也好，比较少关注自己的健康。虽然他们应该是有足够的财富去请医生也好，请什么方面的保健也好，但是很多工作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做的。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对，心理方疾病呢，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就是外人你可能也很难去体验他的那种心理的那种压力那种 stress。对，就像我一个客人他说，他国内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一个企业家，他的女儿抑郁症，就谁也治不好。
那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说没有一个好的疗愈师存在，而是他自己的能量或者他的那个灵魂需要成长，但是他还没有面对他自己的功课，他就没有一个好转的状态。如果一个人他能活在他的人生使命的道路上，他一定是能够绽放，一定是把他的现状可以去扭转的。是的，是的，就从你的角度哈，因为你也做催眠师，然后也帮助一些这个忧郁症的人哈，做一些心理疗愈。如果说像大 S 这样的人哈，假如说他之前的这些积压的这些压力啊，积压的这些情绪啊，或者说像我们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人，或者说有一些人因为家庭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你对他们哈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首先哈，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最主要是你有没有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那可能有些人别说心理健康了，他可能身体健康他都没有说很重视，我整天忙啊忙啊忙啊，就让他任其发展，这就不关爱自己嘛。其实所有的我们说上天对我们没有惩罚这一说，而是说它是一个提醒你去关爱自己，提醒你其实你应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去心灵成长，比如说是去爱惜自己，但是你没有做，所以就坐等这个事情它一直在恶化。像以前哈，我跟你一起学习过，假如说冥想，其实我觉得冥想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疗愈疗愈方式，对，因为它一个呢也非常简单，就是你自己在家里或者在一个房间里，在办公室，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做这个，对，因为你只要静下来，我们说众生平等嘛，其实只要自己能够静下来，能够去观察自己，能够让自己的心清静，很多智慧就会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书写。其实像也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写书啊，或者写日记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写下来。比如，就是这也是真实面对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现在很愤怒，他怎么会这样说我？他说了这句话让我很伤心，然后哗啦哗啦自己就去写，写着写着就会有心流出来，然后写着写着还会有更多的情绪出来，这是一个方法。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很多的工具。像我面对个案的时候，每个人个性不同，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方法对他有用，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方法有用。比如说零极限，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就4句话，特别简单，你真诚的去跟自己的身体说，跟自己的各个部位去说，它就会起作用。关键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需要一些方法让自己更舒服、更幸福，而不是跟那个当事人去纠缠。对，你像大 S 她的情况，除了她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就是积累之外，其实也有她之前离婚又打官司，对，打官司20几场官司，真的是让人心力交瘁。对啊，一般人可能就是打官司就会觉得特别消耗自己，因为不是一个人，几乎所有的人打官司打几年，普通的离婚官司下来也是觉得身心俱疲，何况他们还有各种媒体的追踪，甚至谩骂，对吧？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其实会承担很多，会积压在心里边的。对，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去年那个我因为还看了很多，就是张兰的对她的这个，我觉得很侮辱啊，人身攻击啊，我觉得肯定会给她带来很大的心理伤害。对，因为我们是群众哈，我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但是有很多网友或者群众，他会在不明白事实的情况下去攻击，其实跟当事人也没有太大关系。那可能他本身他自己有愤怒，他二元对立特别明显，他就要去宣泄自己的愤怒。那如果你把这个当真了，当成对自己的攻击，那不会开心的，怎么会开心？是的。